一定是半夜梦游走错地方，睡错床了，没别的可能。魏凡，你怎么在这儿？解释一下。你做梦了？醒来应该就正常了。我长得像个傻子吗？嗯，继续睡吧，醒来就不像了。跑得还挺快啊！你说什么？那个，我不是要当今天早上的事情没发生过，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得出门，我早上约采访，马上要迟到了。等我晚上回来再跟你说，可以吗？不可以。先说说吧，早上什么情况？梦游嘛，梦游这行为我也没法控制，那之前不是说不会进我房间吗？所以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这确实是我的问题，我保证下一次不会再有了。说实话，我还挺害怕。我也不知道你会做到什么程度。万一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的贞洁就已经被你无情的夺走了，你倒也不用这么嫉妒。不是，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是我不小心梦游的时候去了你房间，然后不小心在你的床上找了个位置睡了一觉。我绝对对你没有身体接触。你怎么知道？我醒得比你早。哦，反倒是你睡觉不太好。我要走的时候你还把我扯回去了。扯回去。然后呢？你倒是说完。反正就是你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对我有了身体接触，这一次就算抵消了。抵消？抵消什么？上一次梦游抱你。哦，是这么个抵消法。那这不还是我吃亏了吗？咱们俩谁对谁有想法，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我真的要迟到了，晚上回来再说吧。什么时候回？
温雨凡，你怎么在这儿？解释一下。说实话，我还挺害怕的。我也不知道你会做到什么程度。万一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的贞洁就已经被你无情的夺走。我今天还有点事，不会那么早回去。有什么事改天再聊。顾晨宇，怎么了，雨凡姐？你不是想让我帮你一起挑礼物吗？现在还需要吗？什么？下班早吗？好，谢谢雨凡姐。温以凡，做人要有点担当。好，我知道了，我尽量早点回去。学长还管这么多？你俩之间不就只是普通室友吗？我们有合租公约。说起来，我们要买礼物的这个学长跟桑岩学长是同班同学，他刚毕业就结了婚，这会儿连孩子都有了。雨凡姐，你和桑岩学长是怎么认识的呀？我记得你的母校好像是颐和大学吧？高中同学。高中同学，不是初恋什么的？不是。我听说桑岩学长在高中的时候，好像有个特别喜欢的女生，追了很久都没有追到，直到大学毕业还念念不忘呢。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我不去。为什么呀？哎呀，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还轮不到我一个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你比他们都有资格，而且你也更有能力。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多跑几个场子呢。张和呢，应该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挂到专家特许。对呀，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又提这个事情。哎，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那你说吧，要怎么样才开心？你说呢？嗯？好一点了。还疼吗？不疼了。这个以后自己小心点。嗯。先把这个号挂上。这儿。苏维埃，患者苏维埃在不在？在。谢谢。杨老师，苏维安找到温教授诊室来了。请进。温教授你好，我叫苏维安，我姑姑参加过您的 HD-39药物试验。爸，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DQ39临床试验。
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GK39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如果你不是来看病的，那么请不要耽误其他患者的就诊时间，请吧。参加药物实验的被试中有3名出现过动脉瘤破裂，这个事您知道吗？苏维安，你胆子也太大了，敢冒充患者！其中一位患者因为动脉瘤2次破裂已经身亡了，这么严重的不良事件您不管吗？带走。我也是学医的，根据药物试验规定，你们必须立即上报伦理委员会。赶紧带走！快点上！这样啊，这什么情况？参加实验的患者有死亡啊！老师，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名被试者他早就自愿退出实验了。停药以后，动脉瘤破裂，家属要求一些赔偿，这我肯定不能答应啊。他为什么退出？根据赫尔辛基宣言的宗旨，临床实验的被试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实验的，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患者没有多说，我们也没有多问。临床实验一定要严谨。他刚才提到的那几名患者，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不能出任何问题。好，我这就去啊。拿。怎么了？没有见到温教授？我进去还没说2句话呢，就被杨文斌赶出来了。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赶出来了。我不确定温教授到底知不知情，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杨文斌一定在刻意隐瞒。我来想办法。我的男朋友准备什么时候下班啊？那就要取决我的女朋友愿不愿意帮我搭把手了。想得美！你笑什么？等着你夸我呢。我夸你？我都快在实验室猝死了，我还夸你？我都说了，医学耽误我赚钱。苏维安，你真的就准备这么放弃自己的梦想了吗？其实，治病救人，不一定非得拿手术刀。医学早就成了我们的信仰。也是本能。医学早就跟我没关系了，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那你帮我跑趟检验科吧，帮我把这个样本交给那儿的王丽娟，王老师。他知道该怎么处理。人家早都下班了，好不好？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睡觉不下班？别人我还真不知道，王丽娟王老师这个点儿肯定还在。你好，请问王丽娟王教授在吗？在，不过他不在科室，他在自己的秘密基地。
什么秘密基地啊？就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啊。哦，就在那边，向右转。谢谢您啊。王教授，你找我吗？来，帮我个忙。你也喜欢试验？王教授，这是斑马鱼吧？我可不是什么教授。作为全院学历最低的大专生，我这辈子就没指望能评上什么教授啊！你就叫我王医生吧。斑马鱼和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87%，它们的生命周期足够短，1天就能完成从胚胎到成年。这些宝贝最快在48小时之内就能帮我找到和筛选出救命良药、病菌杀手。48小时？是啊，2天。虽然过程中这些样本很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量，以及这些小鱼们做出更多的牺牲，但更多的时候，那些危重的疑难杂症患者只能给我这么多时间。就算不眠不休，我也要和这些鱼兵鱼将打赢这场硬仗。你看我一说起这些小鱼们，就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耽误你时间了啊！不会不会，王老师，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很幸福吧？那当然，唯有热爱，可以不畏世间无常。哎，你是哪个科室的？怎么称呼你呀？我叫苏维安，我帮顾云峥顾医生给您送样本。啊，省外的。那苏医生，剩下的就交给我。我不是什么苏医生。小王医生，嘿，果然还在啊。吴院士，心内大神吴院士，您还上过杂志吧？吴院士，都这么晚了，你还亲自送样本过来？您看，您都是大明星了，走到哪儿都有您的粉丝。在我们华人实验室啊，小王医生才是大明星，我们都是你的粉丝。我呢，刚刚看了几个学生的手术，知道这个点儿你肯定没下班，就来送个样本。我可不敢当啊。主要呢还是有几个棘手的问题，想跟你这个微生物学神探当面讨教。你看你客气的，有什么事儿您说。这个，那我就先回去了。等结果出来，我给顾医生打电话。谢谢王老师。吴院士，再见。嗯，好。吴院士，您说。王老师，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很幸福吧？那当然，唯有热爱，可以不畏世间无常。怎么了？魂儿掉了？太不可思议了！在华人这样一个人均博士的地方，居然深藏着一个大专生。你知道我刚刚在王医生那儿碰见谁了吗？是心内科的专家，还是肝胆胰的权威啊？是吴院士，心内科的泰斗吴院士。你在他那儿看见谁都不奇怪。那个活在杂志上的大医生，居然亲自来送样本，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堂堂院士居然恭恭敬敬向大专生请教。你说这个王医生，他是个什么传奇人物啊？他呀，20年如一日，坚持自己梦想的微生物神探。王医生他自己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
没有哪个病人知道，病理报告分析中出现的王丽娟医生这个名字究竟是谁。他虽然居于幕后，但他却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医生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实验室的研究员，或者是教授。那又怎么样呢？他仍然是我们的镇院之宝。王医生他自己从来都不在乎这些，医学早就成为了他的信仰。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苏维安同学，有没有兴趣成为华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柳叶刀医座的本科生啊？你故意让我去的，顾医生，还不死心呢，还打着小苏医生的主意呢。我可没这么说。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妈，你拿我箱子干嘛？断舍离。哎，你这箱子放在桌子底下挺久的了，看看都是灰，不用了，我给扔了啊。生不用了，这是我的箱子。哎，你要放在桌子底下接灰，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扔。你要敢扔我箱子，我就离家出走。嘿，哎。你说你有办法见到温玉良教授，我怎么不信呢？神经病学年会即将于下周举行 HT-39 3期临床试验成果分享。到时候当着全国专家的面，温玉良教授不可能回避，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一个本科生，怎么混进去省内的顶级专题讲座？谁说你要混进去了？我带你进去。你一个外科医生，凭什么进人家省内的专题讲座啊？因为你男朋友是无所不能的顾云峥呀。我和以前霍普金斯的同事合作了一个关于亨廷顿舞蹈症的课题。课题申报的项目书刚刚提交国自然基金中外合作项目，所以我也获得了参会资格。
你跟老外合起伙来骗国资安基金呢？这基金申报就没有尽调之类的吗？这怎么能叫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啦！你研究胶质瘤都已经9年多了，不管是高分论文也好，专题讲座也好，都是有关胶质瘤的。还有你那个国资安课题，都已经快出成果了，一直都被视为胶质瘤领域里面最有前途的研究之一，怎么可能有精力去研究2个课题？更何况是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怎么可能会有人信你的鬼话？真是对我了如指掌呀，苏瑞安。你这么关注我，我很开心。我就随便了解了解。重点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以为重点是可以直接和温教授对话了。不讲武德。说我一个文人，我讲什么武德？再说了，我为了获得年会的资格，辛辛苦苦写了这么久的课题申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难道不该被奖励吗？原来你最近起早贪黑，就是为了这个。我呀，现在算是发现了，你就是吃软不吃硬。对你啊，就得用苦肉计。以前你总是只做不收，是因为怕你有负担。我现在就认为，有负担才好。好什么？你有了负担，就不会不告而别了。这么记仇，原来你是这样的顾老师。没办法，我是真的怕了。我总觉得，你亏欠我越多，才越不舍得离开我。都怪我，以前不应该一直逃避。对啊。我这颗心是一片一片拼回来的，你一定要好好呵护。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了。嗯。起码写封信吧。哎，苏维安。你好，我们是参加全国神经病学学术大会的。好，你好，郑姐，谢谢。稍等一下，郭教授，房卡。谢谢啊。您入住的房间是406，是我们的 King size 海景大床房。好，谢谢。我的房间呢？您2位入住的都是406海景大床房。一间房吗？是的。麻烦帮我单开一间。实在抱歉，女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了。跟我没有关系啊。哎，你好，我是负责会务接待的 Leo， 入住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峥。我们俩现在需要再多开一间房。实在是抱歉，酒店今天客满了。顾教授，您的房间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位是和我同行的苏维安女士，
我在报名登记表上标注过性别，但是现在我们俩被安排在了一间房。啊，那我查一下啊。没错啊，这位苏女士之前没有在出席代表的名单上。作为您的随员，我们是按照您家眷的身份安排食宿的。难道她不是您的家属？也不算完全不是吧？那就是了。参加这次神内年会的人员很多，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我们安排也比较困难，所以还请顾教授能多多理解一下啊。完全没有空房了吗？抱歉，真的没有了。你看，麻烦你再查一下呢。好。哎，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今天晚上还有空房吗？好的，谢谢啊。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还有空房吗？这么晚了，很难临时订到房的。谢谢你了。怎么说？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晚。我都行啊，看你了。谢谢啊。一张床，谁先抢到谁睡床。我别抢！喂，明明就是你少订了一间房啊！还说什么慢慢来？看你就是故意的。小苏同学，你可不能诋毁我的人格啊！小苏同学，这才叫套路，懂吗？怎么那么硬啊？腹部肿块，该去找 CT 了。别安，别闹了。顾医生也有害羞的时候吗？你再仔细摸一摸，究竟是腹肌还是腹部肿块？洗澡去了。洗澡？我是说睡前洗个澡，你别误会了。苏同学，到底是你误会还是我误会啊？你自己思想不健康，可不能赖我。你思想才不健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原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
是说了要慢慢来的吗？只是一个吻而已，已经够满了。哎，好，你先洗澡去吧，今晚早点休息。顾云峥，你个老狐狸！你叫我啊？没有。查到你了？没有。你还要弄多久啊？很快了，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实验条件？ 2种。2种，2种还好吧？0.3%乘以164除以4。不对，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你干嘛？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也要偷看我。谁偷看你？我才没有呢。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好，不越线。伟安，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
去哪儿啊？我是不是记到你？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我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你想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北安，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其实我挤你，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站了一天手术台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的，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亨廷顿舞蹈症药物实验要凑够300份样本量，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但是，在实际推进当中，我们反而没有在样本量上发过愁。参与的患者非常积极，也非常踊跃，因为亨廷顿舞蹈症目前无药可救，而病人呢，只能不可扭转地一步一步走向失控，走向失智，最后死亡。任何一点点的改善，对于已定结局的悲惨人生来说，就是巨大的惊喜。而现在，临床实验已经进入3期，新药很快就要上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大家请看，舞蹈状四肢乱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非常明显的下降了。维安，咱们不看了，咱们现在就走。走。感谢温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维安，维安，那位女士，糟了。刚刚温教授着重介绍了新药物的疗效，那么请问，在试验的进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不良事件？根据目前实验追踪的实时反馈来看，除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以外，还有一些眩晕、头晕等不适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重大的不良事件。那3粒动脉瘤的破裂产生的不良事件也不严重吗？这种情况吗？这的确挺严重的。我说小姑娘，说话要有依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吧？据我所知，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已经主动的要求退出了药物实验，所以根据规定，自动退出的
发生一切情况都与药物试验无关。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不良事件之后，才被安排退出药物试验的。你看，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看看上面的签名是不是患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据我所知，你并非医学的从业人员，那你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年会呢？还提出这种不专业的质问。没事，先坐下。温教授你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顾云峥。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参加内科的年会，呵呵，很少见呐。我这次来参加学术大会是因为有交叉课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领域上，神经内外科向来都是有紧密合作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参加药物试验期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其中1例恰巧就是我收治的，另外2例2院收治。不幸的是，2院的一名患者在第2次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当晚就不治身亡。我们有所有患者的详细病历，并且在第一时间同步到了温教授您的团队，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温教授您似乎至今都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情况。温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吗？我认为，一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我充分的相信我的团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对这3位患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后续我也会亲自跟进，然后做出最终结论。谢谢2位。那么好，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